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奇闻异事，点赞和订阅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。今天的主题是一个耗时142年还在进行的科学试验。现代科技日新月异，每天都有新的发明创造涌现出来。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实验人类需要耗时142年还在继续？2021年4月的一个凌晨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正下着雨夹雪，道路泥泞，几名工作人员却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来到了校园的某个秘密地点。糟糕的天气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好的心情，因为这样的天气正是他们采取行动的最佳时间。此刻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无人在外，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行踪暴露。团队成员头戴头灯，有的手拿铁锹，有的手拿小铲和卷尺，为首的拿着一张陈旧的纸质地图。经过地图确认，来到一处所在，几人敲镐齐下，在一定范围的土壤中开始仔细搜寻。领队要求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任务，以免暴露埋藏地点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天色渐亮，寻宝队有些着急。这时，终于有人惊喜地在树根和石块之间发现了要找的宝贝，一只珍贵的玻璃瓶。原来这些人员都是此地的植物学家，他们所挖掘的宝藏是一瓶里面埋藏了142年的一些植物种子。这些并非是珍稀品种，只是一些寻常的杂草种子。为什么对这些寻常不过的杂草要浪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呢？原来这是一项漫长的科学实验，迄今为止，这项实验已经进行了142年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接下来至少还要再等80年才能结束实验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动物界，有的动物在不适合生存的季节里会冬眠，例如熊、蛙等。在植物界里，有些种子同样会采用休眠的方法保存自己。这项漫长实验的主题是观察休眠的种子，因为种子并不总是很快发芽。在土壤中，如果土壤的 pH 值、酸碱度、湿度、温度等不适合发育的话，这些种子就可以休眠很长时间，直到出现适宜的环境为止。种子虽小，但里面蕴藏的生命力是十分强大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适宜这些种子生存发育的环境一直没有出现的话，这种休眠状态最多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呢？为了弄清这一点，植物学家威廉·詹姆斯·比尔 William James Beal 设计了这个实验。比尔教授准备的玻璃瓶共有20个，每个瓶中都装满植物种子与湿润沙子的混合物，每个玻璃瓶中都有1050粒种子，它们覆盖了21个不同的物种，每种50粒。这些瓶子并排埋在土壤当中，沉睡在校园的偏僻处。漫长的观察始于1879年。最初，比尔教授计划每5年取出一瓶种子，测试它们是否还能萌发。而后来研究计划几经更改，取出种子的间隔也越来越长。1920年开始，间隔延长到了10年，而1990年之后则改到了20年。最近的一次种子挖掘原本计划在2020年进行，但由于疫情原因，这次行动延后了整整1年。实验能延续至今，靠的是植物学家代代相传。上一位负责人退休时，会把实验交代给年轻的继任者。现在，这项实验的负责人弗兰克·特列夫斯基 Frank Telsky 已经是第7代了，他也已经年过65岁，正准备将实验传给下一代同事。实验的交接看起来相当神秘，挖宝过程也颇有海盗风范。不过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单纯。秘密交接藏宝地图是因为埋藏种子的地点需要保密，以防被外人挖走，而在夜色的掩护下完成寻宝，则是因为不想让其他还要继续埋藏的种子见到阳光。
以免影响实验结果。那么，千辛万苦挖到的宝贝种子，究竟还能不能发芽？现在，这些在土壤中沉睡100多年的种子，大多已经失去活性。2000年时，一瓶1050颗种子就只剩下26个能够发芽了。而在这26个能发芽的种子当中，有一个种子显示出了格外突出的生命力，就是毛瓣毛蕊花 Robuscum blattaria。现在，样品中依然能萌发的种子，几乎全部都属于这一物种。这样的实验结果，让实验人员感到振奋。种子虽小，但意义重大。最初，比尔教授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农业提供参考，他想知道各种杂草要过多久才不会再从农田里冒出来。随着农业发展，最初的研究目的如今已经不再重要。不过现在的研究者依然认为这项实验很有意义。难得的长期数据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保存作物种子，也可以为改善生态提供参考。随着时间变迁，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。最初，比尔教授只是将取出的种子样品与土壤混合，在适宜的条件下观察它们是否发芽。而现在，分子生物学家还可以了解种子内的微观变化，例如对 DNA 和 RNA 进行测量，让恶劣环境出现大面积绿化等，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等。长远讲，这是一些意义重大的研究。如果一切顺利，这场实验将在2100年结束。有些实验，科学家只是经过一个睡眠，从梦里获得灵感而解决问题的。有减就有繁。在这个种子实验里，为达到实验目的，需要几代植物学家的共同努力。让我们对这些为科学实验孜孜不倦的几代植物学家们表示感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